你敢相信嗎？在下方的這個洞裡面，它居然藏着一座1000年地下宮殿。這是四川大山裡的一處廢棄採石場，當年採石工人一錘子下去，竟敲開了神秘地宮的入口。傳聞內部機關密道，陷阱無數。那麼它裡面究竟藏着什麼？今天就跟着鏡頭，我們下去一探究竟。朋友們，這個地方就是地宮的入口，我們過來看一看。它的洞口呢不是很大，因為它是當年採石工人一錘子下去，无意之間給它鑿開的。下面呢就是宮殿，然後這個位置呢，它就是一處廢棄的採石場。我們來看看這邊上的岩石啊，全部都有被開採過的痕跡。以前呢，這個地方它是一整座大山，跟上面是齊平的，然後這邊呢下面全是空的啊。就是我们站在這個位置，下面都是空的，因為下面就是宮殿嘛。然後對面那個位置呢，就是第2層。它這座宮殿呢，一共是有2層的，非常的龐大。現在呢，我就從這個地方下去啊，給大家看看裡面呢是什麼樣子。哎呦，終於下來了。我們下來之後呢，這裡是一個很大的房間，這個地上啊還有很多蝙蝠的糞便。我們來看看這些岩石啊，這都是人工開鑿的，已經有1000年之久了。然後這邊呢還留了一個小台子。這個房間呢它是沒有窗戶的，這邊這個小孔呢也是採石頭的時候留下來的。這個大孔嘛也是採石工人鑿開的，就是剛才我下來的位置。還好有人在這裡啊墊了很多的石頭，要不然我們還下不來啊。因為它這個石窩的高度啊快接近3米了，還是挺高的啊。這裡可以過去，這邊呢它有很多房間呢，它都是互通的。過來之後，這個地上有很多這種條石，這個條石不知道是幹嘛用的。然後這邊這岩壁上有一個小孔啊，我們看看這裡面。哎呦！這裡面它也是有房間的，這邊有很多房間是從這裡過去的。我們先來看這裡，這個地方你說它是過道還是窗戶？我上去看一看，我爬上去看看外面。上來之後呢，我們看到這個岩壁啊，它很厚的，厚度有2米多。然後這個位置呢有一個圓孔，這邊呢它是凹槽，說明這個地方有一道門。可以關起來的，這上面還有2個這種凹槽，它這個地方不是窗戶就是一個通道，而且這個地方呢以前是有門的，可以開關自如，因為外面嘛就是局壁，這個人是上不來的。這地上的這些條石啊，我感覺還有一種可能，就是以前它是放到這裡面的，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它堵起來。這個條石呢應該有幾百斤吧，我們到這邊看看。還有這個位置採光很好，有一個小房間，我們看看是幹嘛的啊。然後這邊呢有2個大孔，上面還有一個很小的圓孔。然後這個位置呢開鑿了很多的這種芳草啊，這邊還有，我估計這個應該是用來關門的。它以前這個位置呢應該是關起來的。哦，我知道是幹嘛的了。這裡是廁所，我們看這邊，這邊就是古人在局壁上開鑿的旱廁。你們看外面還有光，這個地方是通到外面去的。因為年代久遠了嘛，這裡面堆放了很多的泥土。沒錯，這個地方就是廁所。然後這邊呢是女廁所，然後把門可以給它關起來的，因為隱私比較重要嘛。說明這個地方呢應該是住了很多人啊。這邊是男廁所，我來給大家演示一下古人是怎麼上廁所的。我們來體驗一下古人在這個地方是怎麼上廁所的，然後蹲在這裡就可以上廁所了，可以一瀉千里，非常的環保啊，沒有一點臭味，太牛了，這個設計真的。然後這邊就是女廁所了，怪不得搞這麼多窗戶，因為廁所嘛，通風比較重要，要不然就很臭啊。好，我們繼續往裡面走。我們看這個位置，這個看起來像一個壁畫，應該是年代久遠了，應該風化掉了。
這上面好像是刻的圖案和文字一樣的。我們這樣来看，像是图案跟文字。這應該就是一幅壁畫，古人直接刻在上面的。然後我們來看這邊，這裡也有房间的。然後這個地方呢，這裡應該是一個陷阱啊。這邊還有很多房间，我們先看這邊。這邊進來之後，這個房间也是挺大的，但是這個高度呢，感覺不是很高啊，應該只有1.8米到1.9米左右。地上呢有很多泥土，我估計這些泥土呢应该是後來流進來的，所以說這個地方看起來不是很高。它以前的高度應該也是有3米的，跟其他房間應該差不多了。你們看這岩壁上，它也有這種凹槽，這個不知道是幹嘛用的。這裡面呢還有一間。哎呦，這裡面有很多泥土，這些泥土啊都是從上面流下來的。然後我們看這外面，這個地方就是菜市場，下面就是局壁啊，特別的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去那邊看吧。這個地方還有人放了一根竹子，我感覺這個地方應該就是陷阱了。以前這下面很深的，然後你們看下面的泥土開裂了，這個地方上面是水，最底下呢就是淤泥。假如有人啊從這邊過來，也不小心掉下去，那個淤泥呢肯定也是有好幾米深的，然後在裡面呢就爬不起來了。起到了一個防禦的作用。然後這上面呢有圓孔，兩邊都有。這上面這一層不知道是幹嘛用的這個圓孔，但是下面呢，它這個地方也是有開到這個頭，把這個竹子然後放在這裡。它以前嘛肯定是放的那種木頭柱子，上面鋪上木板，然後自己就可以走過去了。然後走過來之後呢，就把那個木板給它取掉，然後有人想從這裡過來了就過不來了。我估計應該對面才是居住的地方，他應該是怕有人從我這邊過去。我們過去看看，對面應該才是地位比較高的人居住的地方。哎呦，這個地方還把我嚇了，挺高的啊！哎呦，下來了！哎呦，你們看這個地上。很厚的這種泥巴啊，我猜的沒錯啊，以前這個地方就是淤泥，而且最少有幾米厚，就是一個陷阱。然後我們從這裡上去，上來之後呢，這個地方有一個通風口啊，它這個設計呢是外面小，裡面大，這個位置呢還可以蹲一個人，他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況嘛。然後這邊呢有一個房間，哎呦，這裡面有好多蝙蝠啊！你們看上面黑黑的、密密麻麻的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房間啊。這個房間呢就比較高了，它的高度應該有5-6米。然後這裡呢還有石梯路可以下去的，我們下來看一看。這個石梯呢挺高的，下來之後啊，這個地上以前這個地方應該也是有水的，全是泥土，還有很多碎石塊。然後它這邊呢有很多圓孔，這圓孔應該是用來插木樁子的。你們看這個位置也是用來放木樁的，然後上面鋪上木板。我們看這邊這些凹槽啊，它跟這邊的岩壁上是對應的啊，就是在一個水平線上的，也是插上木樁子的。這邊呢就直接是空的了，對面也是房間。它這個地方不知道是幹嘛用的，有沒有可能在下面是養牲畜的？上面呢就是用来堆放東西的。哦，你們看這些蝙蝠，那個聲音挺大的啊，感覺好凶啊！我們走吧。
它这個地方也是有門的，你們看還有門軸，這上面也是有方孔，這個地方以前是可以關起來的。哎呦！然後這個位置呢，看起來又像是一幅壁畫。我們這樣子看，這樣子看就能看得很清楚了，感覺像動物吧，有很多圖案。這可能就是古人開鑿用來裝飾用的。然後這邊呢，這裡它也是有一道門的，也是有門軸的。這邊這個地方應該才是地位比較高的人在這邊居住。哇，這邊很多房間。我們看這裡面，哎呦，也是有蝙蝠，哇，這裡面好多呀！我真怕它咬我一口，讓它飛出去吧。它飛出去了，我們再進去看，好像飛走了。這個地方有一個孔，就是剛才我們看的那個位置。我們看看這裡面，哇，這裡面還有蝙蝠，讓它出去，哎呦，嚇我一跳，因為這個門嘛比較矮。真的被它咬一口，那就不好了，應該沒了。這個地方就是居住人的，這裡面呢說話都有回音。這個地方的食物呢還是比較整齊的，他們開鑿的時候，這上面呢也是比較平整的，而且這裡面好涼快啊。這個地方是啥？這是一個鳥屋啊，鳥居然來這裡面築巢了，已經變成鳥的家了。這個地方呢也是有門的，以前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這個位置應該是一個客廳。喲，這些蝙蝠真的是好煩哦，在這裡面飛來飛去的，我挺怕它的，說實話。我們再來看這邊這個房間，這裡面還有水的，這個地上，哎呦，這裡面也是有蝙蝠，我怕它飛出來。哎呦，你快出來，你快出來！好，你出來了啊！哎呦呦，它出去了，我們再進去吧。這個房間現在感覺有滲水下來啊，從上面，這頂上呢還長了一些水草。我們看看這邊是幹嘛的？它這個位置，這個地方有一個圓孔，開鑿的很圓啊，就是剛才我們看的那個房間。哎，這個是幹嘛的呢？然後這邊呢還有排水槽，水從這裡排出去。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台子，這頂上呢，它也是有這種小圓孔。這邊這個位置啊，不知道是幹嘛用的啊，因為它這裡有一個小台子，還有排水槽。但是我站的這個位置呢，應該是一個客廳。這個地方呢，它還有一個沖臼，這個就是用來沖穀物的。這個地方搭上一個木架子，然後就用腳啊在這裡踩，嘎吱嘎吱的，然後就把那個穀物呢沖成那種細粉了。果然這個設計也是挺牛的，就在這個岩石上開鑿的。就是我很好奇啊，它頂上這些小圓孔是幹嘛用的？不會這下面也是插上這種木樁子，然後給它隔開的吧？也有可能啊，要不然這頂上搞這麼多圓孔是幹嘛用的呢？你們看這裡，它這岩壁上也是有這些小孔，它這個肯定是用來插上木樁子的。有可能這裡插上木樁子，那種小的木樁子，鋪上一個木板，然後這個位置呢就可以堆放東西了，應該是這樣設計的。要不然它不可能說在岩壁上打這麼多圓孔。然後這個位置呢是一道很大的門，你們看這個門大不大？你們看這裡門軸，哎呦，岩壁上這裡啊還有這些凹槽，
這種地方呢，應該就是放燈具的，用來照明用的東西。在古時候嘛，因為是不通電的。我們來這外面看看，朋友們，我終於找到古人的廚房了。就是剛才我們從客廳走出來，然後這邊就是廚房。這裡有一個灶台，它就在這岩石上天然開凿的，好精緻啊，很漂亮。我們看上面這些岩石被燻得很黑了，雖然已經過去1000年之久了，依然能看到古人煙燻火燎的痕跡。然後這上面放一個很大的鐵鍋，下面就是燒柴火的地方。然後它這個地方還做了排煙口，從這裡給它排出去，從這個位置。這裡嘛，它以前肯定是關起來的。我們看到邊上有這些凹槽圆孔，這個位置以前也是關起來的。我们看看這外面，這就是絕壁啊，很高的。哎呦，果然這個設計太牛了啊，很漂亮這個位置。這裡還有一個小台子，這個位置呢就可以放一些調料品啊。我們看這邊這個地方，它也是留了一個小台子。然後這個位置呢，像是一個通道啊，但是比較窄，需要趴着過去。我們過去看看，它邊上的這些台子也是可以用來放東西的。我們看這裡還有圓孔，然後這邊還有，上面這裡也有凹槽，說明這個地方它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哇，這個地方的安全防禦啊，做的真的太牛了啊！然後我們看這裡有一個排水槽，就是剛才我們看的這個房間嘛，就是不知道它是幹嘛用的。它那個排水槽呢，就是從這裡給它排出來的。以前這個地方應該也是有一個排水槽從這裡排出去的，但是現在年代久遠了嘛，全是泥土給它堵住了。然後邊上就是岩壁嘛，那些污水啊就從這個地方給它排出去了。我們到這邊去看一看啊。現在我們到這邊去看一看，哇，這個地方好窄啊，需要趴着才能過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太窄了！哎呦，過來之後呢，這個地方它也是有一個很大的坑啊。這個位置以前應該也是一個陷阱。然後這個位置呢，有一個木板。我們從這裡過去啊，這個木板不知道穩不穩啊，應該沒問題的。這個有點滑，這個木板，我們抓住這個岩壁，慢慢的過來啊，不會一會兒給它踩斷吧？哎呦，過來了！哎呦，這個地方還要爬上去才能看到嘞。我上來了，看到這邊上啊，它就是絕壁，這個地方才是它的入口，太隱蔽了，在這個位置，下面呢就是絕壁。然後這邊呢還有開鑿的石梯路啊，以前這個地方他們應該是搭上木板，然後從這裡過來，然後這個位置呢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進來之後呢，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陷阱，然後裡面還有一道門，這個地方的防禦啊真的是太牛了。然後這邊呢，它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營牆，或者就是開鑿的時候給它開鑿壞了，然後用這個條石很大的石頭給它壘起來的。哎呦，這個地方不得了啊！我們再來看看這外面啊，真的特別的高，這些岩壁上啊，全部有開鑿的痕跡。然後這邊這個位置呢，就是第2層了。現在呢，我就帶大家啊去第2層看一看。現在我們就來到第2層了，它是這種石梯路，就在岩石上天然開鑿的。我們上去看看。我們上來之後啊，它這裡有一道很高的门，這個門的高度呢有2米多。這個地方被打爛了，已經破壞掉了。進來之後，它還有3階石梯可以走下來。哇，這裡面的空間很大，它的這個高度啊，應該快接近7米了。這岩壁上呢也是有凹槽，這個呢就是用來插木樁子了，上面鋪上木板，可以堆放東西。然後它這裡面呢還有一排這種很低的方孔，這個呢也是用來插上木樁子的，它2邊都有，都是平行的，然後鋪上木板，然後上面可以睡覺，這個地方可以睡很多人。它的岩壁呢很整齊啊，整整齊齊的，
全是人工開鑿的。哎呦，這個工程量挺大的啊。然後前方呢就是窗戶了，這邊還可以過去。哇，過來之後啊，這個地上啊有這個裂縫，直接延伸到裡面去了。因為這個地方呢開鑿的時間太久了，1000多年了。這邊上堆了很多的這個石塊，以前這個地方這好像是一個灶台，但是好像被破壞掉了。這就是一個灶台。我們看這個位置，它有煙囪從這裡給它排出去了。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堵起來的，上面才是排烟口，從這裡排上去的，破壞掉了已经。它这個地方呢也是有一排的這種方孔啊，這個也是用來插木樁子的。但是最頂上我們看，都已經快要到頂了，它居然還有一排的這種方孔。這個呢它是幹嘛的呢？以我的猜測啊，它應該也是用来插木樁子的，然後上面呢鋪上木板。這個是用来幹嘛的呢？它就是用来隔擋上面的岩石啊會風化嘛，風化的時候这個風一吹啊，肯定有那些碎屑掉下來。看來古人還是挺講究衛生的啊。這個位置看起來像一個神龕，上面有4個大字“千百遺風”，然後這個中間呢有一幅畫，這看起來像一個人。你們看這個頭部啊，還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晰。下面這些呢已經脫落了，因为它這個是刻上去的。這可能是古人的祖先，把它刻在這裡啊，他們就在這裡祭拜。下面呢還有一個小神龕，然後它的左右兩邊呢，這估計也是神龕啊，但是不知道供奉的是誰。我們看這個位置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石頭，它這個應該是用來鍛鍊身體的，可以把它提起來，這估計應該有40-50斤吧。然後這邊呢就是窗戶了，它這個窗戶呢也是可以關起來的，邊上也是有凹槽的。我們繼續往裡面走，你們看這裡都已經有裂縫了，因為開鑿的時間太久了，這一條裂縫啊直接延伸到最裡面去了。哎呦！這個地方有一塊凹陷下去的地方，這裡面堆放了很多石塊，它這邊呢有石梯路可以下去。它以前這個地方不知道是幹嘛用的啊。然後邊上呢也是有這種凹槽，也是插木樁子啊，然後上面鋪上木板的，這上面呢還有一層。這個位置不會是養牲畜的吧？也有可能啊。這個地方有一個，這是沖臼吧，用來沖穀物的，這應該挺深的，被這些泥土啊給它填起來了。這邊是幹嘛的？哎呦，這個地方應該是堆放糧食的地方吧，或者就是蓄水的地方，水池，或者就是糧倉。這上面呢也是有云孔。它這個地方以前也是蓋起來的。哇，這邊這個裂縫已經很深了，你們看，特別深的裂縫。我們靠裡面一點吧，你們看這個岩壁上也是有超級大的裂縫。哎呦，這個地方怎麼有一個大坑啊？我們看看外面，下面就是巨壁啊。太嚇人了，我們走裡面一點啊，不然我走上去它就塌掉了。然後這個位置還有一個空間，我們過來看看。這個位置應該也是倉庫啊，堆放東西的地方，肯定不是住人的，他們住人應該不會住在這種地方。这上面還有云孔呢，這個位置它以前應該也是可以蓋起來的，
我们看這個地方，這好像也是一個灶台吧？這個，對，就是灶台。它也是在岩石上天然開鑿的，但是這個呢，應該是人為損壞的。就算再風化，它不可能把這個直接掉下來。這裡就是排煙口，上面就是窗戶，從這裡給它排出去了。它是從那個位置排出去的。窗戶這個地方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我們再去那邊看看，那邊還有一個很大的房間。這邊呢就是最後一個房間了，這裡還有一個鍛鍊身體的。這個房間呢，感覺上方它是圓的啊。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台子，應該就是放燈具的。這上面有凹槽，有方孔。這邊我怎麼看起來像是一個天然的岩漿啊？這個位置。這個位置應該不是古人開鑿的，應該以前就有。然後這裡面呢，才有人工開鑿的痕跡。我們看這個岩壁啊，就能看出來這個鑿痕。這邊是幹嘛的呢？應該也是住人的吧？第二層肯定是住人的。這邊好像是廚房哎，你們看這個位置。這好像也是排煙的地方，然後這個位置呢，像城牆一樣的。這裡還有人放了一個板凳啊，還真是廚房。這裡有一個土灶，但是已經塌掉了。這個地方就是排煙口，從這裡跟它排上去的。這個窗戶呢也是可以關起來的。這個地方有很多灶台，看來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居住了很多人。我們看這個位置啊，它堆放了很多的石塊，不知道堆在這裡是幹嘛用的。長方形的，打磨得很整齊啊，整整齊齊的堆在這裡。它外面也有岩壁啊，這個地方為什麼要堆一堵牆呢？搞不懂啊！這邊還有一個小空間，你們看頂上那個岩石，風化的特別嚴重啊，都快要脫一層皮了。朋友們，現在這個地方呢，我們就看完了，真的是太佩服古人了，把這麼大的一座山體啊，給它鑿空了，在這裡面居住。這個地方呢，最早開鑿於唐宋時期，已經有1000多年了。古人開鑿這個地方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躲避匪患，因為住在這裡嘛，就比較安全。好，今天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